凉风有幸，秋月无边。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上班天天迟到的九哥哥。古语云：春困秋乏，那是一点错都没有呀。现在我已经对闹铃产生了抗体，但是一想起有坑没填，我就立马支棱起来了。今天咱们就接着讲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。前情回顾，有七和他的两个好朋友大吉 and 张太误入了弥留之国，并且展开了一场关乎生死的生存游戏，期间还遇到了性感的子吹姐姐。详情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，链接已经放评论区了哦。上次游戏后，大家得到了滞留3天的许可证，张太也在游戏中受了伤，大家暂且找了个地方歇歇脚。但是第二天，大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准备再去参加一次游戏。该说不说啊，这哥们儿是真的燃。必要なのは戦場の戦士のような鉄の精神だ。今は牙を研ぎ澄ますんだ。这和燃糖可能就差个下巴了吧。这个决定让张太犯了难，他现在的身体肯定是参加不了了，但是不去的话，就自己的签证时间最短。他希望大家在2天後可以陪他参加一次。为了安抚张太的情绪，子吹也放弃了参加，准備留下来照顾他。君一人に不安な思いはさせない。もしもの時は私も一緒よ。可这一照顾就直接照顾到了床上。别急哈，就知道你们最关心这个问题了。这事儿真的是子吹主动的，我就在现场，我证明。晚上，大吉和有七去参加游戏，家里只剩下张太和子吹，两个人谈着过往，越说越伤感，想着前途未卜，说不定哪天就交代了。子吹便邀请张太来做点开心的事，然后张太就失了神。他俩这边是舒服了，另一边的大吉和有七可就有点惨了。他们这次参加的游戏叫做捉鬼，参加的人数倒是挺多，其中不乏有几个小白还以为是在做梦，殊不知这次游戏的等级是黑桃5，黑桃是体能型，这个5则代表游戏等级。上次有其他们的梅花3就已经火箭满天飞了，这个黑桃5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。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捉鬼的游戏规则。游戏的活动范围是一栋公寓，玩家被分为躲避者和杀人鬼，杀人鬼只有一个。游戏时长30分钟，鬼会拿着武器在游戏开始的5分钟后移动。公寓里只有一间房间没有锁门，这个房间就是杀人鬼的阵地。躲避者如果在30分钟内进入这个阵地就算胜利，反过来则全员失败。这个游戏的重点除了找阵地，就是要躲避杀人鬼了，因为被他看到基本就凉了半截。游戏开始，玩家被随机分配到了公寓的各个角落，有游戏经验的玩家已经率先来到了公寓的最高层，观察每层的动向，就叫这个人聪明哥吧。游戏开始5分钟后，随着一阵关门声，杀人鬼出动。咱们先从聪明哥的视角来看，他能看到的那面并没有房门打开，那鬼的阵地就应该在他脚下看不到的这边。另一边有其他们恰巧就碰到了杀人鬼，队友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。看着戴着马男面具的杀人鬼迎面而来时，有七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并不准备转头跑，而是想搏一搏，卡一下视野盲区。和他一起的大叔觉得他可能是疯了，转头就跑，只有大吉选择相信他的判断。杀人鬼最终还是没发现他俩，但是大叔就惨了，几枪就被干掉了。有了前几次的经验，有七虽然还是很怕，但是也开始想解决方案了。他说这游戏不能靠逃跑取胜，遛鬼的话会更好的找到阵地，所以只要大家看到鬼的时候喊一声，其他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放心的找阵地。但是这个方案也有弊端，叫喊能给图卖信息的同时，也会吸引杀人鬼的注意，失去躲藏的机会。用生命为陌生人提供信息，真的会有人这么做吗？再有一个，假如每个人都不愿意冒险去找阵地，大家一样也是失败，这个时候就考验人性了。当然以上都是聪明哥的分析，话说这个人真的是会搞神秘，估计也有点来头。果然还是好人多，紫萌妹子第一个爆点，她的身手很好，上蹿下跳不成问题。但是头一楼层在找阵地的妹子就有点惨了，这个马男还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。随着队友一个个的下线，还有人忍不住想逃出公寓，结局可想而知，必定是当场暴毙。当然也有超勇的大猛男，企图找准时机干掉杀人鬼。鬼は交代だ。今度は俺たちが奴を狩る。而有七他们就有点背了，又碰到了杀人鬼。大吉率先跑下楼梯，有七体力不太行，找了个角落继续卡视野。我觉得有七的座右铭应该是哥，玩的就是心跳。他这次也成功躲了过去，难道这就是主角光环？ No， 这个我们后面再解释。跑下楼梯的大吉遇到了猛男2人组，于是迅速加入了杀鬼大部队。
他负责引诱鬼出来，剩下2个猛男，一个打辅助，一个打刺客。结局还是被丝血反杀。大吉看着这招也不好使，转头就跑。另一边的有七看到鬼在追大吉，为了分散鬼的注意力，吼了一嗓子。杀人鬼朝他开了2枪，当然是没有打中，但是鬼却放弃了近在眼前的大吉，朝着有七那边走去。这个异常的举动瞬间被有七发现了破绽，所以心急此哇一次某一刀子。站在鬼的角度想这个事儿，隔这么远打一枪，命中率一定很低。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？难道就是因为有七大喊了2声？但是从墙上留下的子弹印来看，杀人鬼不是第一次朝这个方向开枪了，打不到还非要打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玩，那就是威胁。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，鬼从一开始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杀人，他要做的只是守住阵地，所以他最紧张的地方必定是他的命门。这也是有七卡视角能成功的一部分原因，因为那个地方对于杀人鬼并不重要，他也不想浪费时间找人。现在游戏只剩下1分钟时间，从鬼的角度想，直接站在阵地前守着是最保险的办法。楼顶的聪明哥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准备出手，而大吉也和有七碰了面，2个人一商量，大吉负责拖住杀人鬼，有七负责进房间。2个人的计划实施的很顺利，但是当有七进了房间还是懵了，房间里有2个按钮，必须要2个人同时按下去才算赢，还有30几秒，大吉肯定是进不去了。此时聪明哥来了，他看到大吉控制住了杀人鬼，以为游戏结束了，不慌不忙的打掉了杀人鬼手里的枪。大吉赶紧告诉他，游戏需要2个人进屋子。聪明哥正想进去，杀人鬼也急眼了，他挣脱了大吉的束缚，顺便把聪明哥甩到了一边，准备去干掉屋子里的有七。结果刚进门就被紫毛妹子从后面来了一脚，趁着杀人鬼倒下的时间，有七和紫毛成功按下了按钮。要是再晚2秒，那就是直接完结撒花了。按钮按下的同时，杀人鬼也自爆了。这次游戏让有七和大吉多了5天的滞留期，但是大吉腿上也中了1枪。对了，差点忘了那个聪明哥，他虽然没有我预期中的那么强，但是他也算是救了大吉一命，并且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，这个世界的无线电还是可以用的。另一个紫毛妹子，说到她就应该隆重介绍一下了，妹子叫做宇佐木佑叶，虽说戏份少，但是她才是真女主。游戏结束的时候，有七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小队，但是被她拒绝了。一定要记住佑叶的这句话，虽然出场少，但可以充当半个预言家。因为第2天有七和大吉要陪同张太和子吹参加游戏，而他们这次抽到的是红桃7，心理游戏难度还是7，是真的惨。就像这期视频开头的那个片段，看起来不只是惊险刺激能形容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我们直通大结局。喜欢九九的别忘了点关注，爱你们，